刘昊然、关晓彤考入体制内，明星身份参加考试，不比普通考试轻松。流行是个圈，这句话确实没说错，老一辈人认可，但早些年却被年轻人嫌弃呆板的编制工作，在如今因为本身稳定的工作状况以及较为不错的待遇、福利，又一次成为了热门工作选择。即使不算种类繁多的事业编制岗位以及各省的公务员省考招录，光是在2022年的公务员国考里，就有超过200万人选择报名考试。从数据方面为编制工作的受欢迎度做出了切实的证明。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如今的考编大军中，居然还能看到明星们的身影。毕竟很多人之所以选择编制工作，就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为后半辈子争取更多的保障。而明星们本身就是日进斗金的状态，就算是之后不火了，只要平时没有乱花钱，安稳生活一辈子是没问题的。他们到底图点啥呢？为什么会愿意参加编制工作考试？关晓彤、刘昊然考入体制内，编制工作这么有魅力吗？如果说明星里还有副咖会因为收入不高想转型进体制内，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像刘昊然和关晓彤这样常出演电视剧和电影等活动的大明星也会选择进入编制。在一次视频录制中，刘昊然自述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刘昊然，让粉丝们倍感惊喜。在几番查证之下，也确实发现他在2020年就考上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编制，使用的还是自己的本名刘源。而关晓彤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在和张艺兴等明星在对国家话剧院80周年献祝福时，也直接爆出了自己是加入了话剧院，成为了编制中的一员。不得不说，这年头编制工作确实有吸引力，连明星们也会选择报考。不过明星们和大家在报考的想法上却是有些不同的。对于普通人而言，编制类的工作就代表了稳定，不管是公务员还是其余的事业编制岗位，只要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就不会被辞退。而且因为受到相关政策的保护，所以五险一金和工资等都是会按时足额缴纳和发放的。只要不出现意外状况，到岁数退休以后还可以顺利拿到发放很稳定的退休金。但是对很多的明星而言，这些保障只能算是后备计划，也许等不火了的时候才会显出一定的珍惜度。通过观察其实就可以发现，明星们是不会考普通坐班编制工作的，他们参加的都是像文工团、大剧院等艺术类带编工作的考试。而这也揭露了明星们报考的目的，除了作为体制内演员为国家大型表演出力外，也是为了自己的演艺实力背书。毕竟能够通过考核，就说明是实力在线的，会让自己以后的工作更为顺利一点。而对明星考编制的这件事，尽管是有不少人提出走后门的质疑，但作为一类编制考试，在公平性上还是有保证的，没大家想象中那么轻松。明星身份参加事业编考试，不比普通考试轻松。因为是编制类考试，所以按照正常的流程，考生都是要经过报名、初审、笔试和面试，以及政审等审核才可以有入职机会的。不过对于一些特殊岗位，像刘昊然考的话剧演员，就属于不需要笔试的岗位。这类考生除了政审和身体检测外，主要流程就是经过3轮面试，最终按照分数进行评判和录取，之后做出公示后，如果没人反对，就算真的入职了。而且要说刘昊然可以很顺利地考入这一编制，其实也和编制工作对应届生有偏好以及编制报考的专业要求有关。因为编制类工作的属性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每年招录时都会更偏向应届生，为应届生提供更多岗位，缓解应届生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而且因为编制工作有专业特色背景，所以相应的职业都有相应的专业要求。像是刘昊然之所以可以报考话剧演员，也是因为他本科念的是中戏表演系，所以尽管职位选择和要求与很多普通职位不一样，但是该审核的一样也没少，就算是明星们也逃不了各种要求。笔者寄语，编制工作只是选择之一，要用真心做选择。尽管如今考编考公的氛围很浓郁，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考编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大多数编制都是基层岗位，工资待遇大概也就是4000块左右。如果说靠这个养家糊口，还是有点困难的。另外，编制工作的管理很严格，对于生性自由不服管教的人，工作中的各项规定都会让生活变得比较不快乐。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不管是换工作还是毕业生找工作，合适自己的岗位才是最好的，能够做得更好更长久。